现在银子多便宜家伙。俺老公2000块钱买了一块银锭，我直接花到柜筐里面给他饭吃。耶，贵方面不让吃饭，这有点过火了。我这简单的看了看，你这是个适量的商锭，2000块钱买过来太超值了。老板，你可得看清楚了，这绝对没有10两的重量。我用电脑称过了，400克，整整8两重。400克8两，你这是现在的重量折算的，过去1两是37.3克，你这个重量啊稍微超一点重，很正常。你看上面打了有金天盛的落款，典型的山西商锭一枚，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顶面一眼大开门。你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银子现在便宜，1克2块钱，400克才800块钱，就一下子赔了1000多。你这账是体育老师教了吗？谁家的银子一下子能便宜到2块钱1克呀？现在国际大盘价都6块多了，你就是按卖破烂价钱，这400克银子也得2-3千了吧？我也不跟你抬杠，抬杠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是嘞。我听说过去的银子还不纯反正是卖不上价钱。哎呀，你们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啊！听说那都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你要说银元的含银量不纯是真的，因为银元是流通货币，里边必须得加一层铜，省得在流通的过程中磨损。而像这种银锭啊，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含银量和现在这个金店里边的卖的银首饰一模一样。哎，你说雪花银，我真有点不相信。如果是雪花银，它应该是又白又亮。你看这颜色，灰不溜秋的。灰不溜秋的就对了。你想想，这10两的银锭，这可是正儿八经清朝的东西，距今100多年了。本身银子啊，它就容易氧化，这外边灰不溜秋的就是它的包浆。这种包浆，这一看就是一眼开门的状态，漂亮的很。专业的知识，我不给你抬杠，抬不过你，你还是给我来点实际的吧，看能值多少钱。可以肯定的是啊，2000买来，恁老公这是捡大漏了。刚才给你按卖破烂的价钱就不赔钱，而现实中，你说谁会拿这种银锭去卖破烂来？10两银锭在过去啊也算是大钱了，有一大部分这种雪花银都被这个外国人给挣走了。你想想，用银元换银锭，这些银锭它得回馈多少吧？所以和银元来相比的话，这种银锭啊就少很多了。银锭越大越贵，这种10两在市面上比较常见，主要参考标准就是它上面的落款。你这个刻的是金天盛，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山西锭子。从数量上来说，这种山西锭子要比川锭少。实话实说，质口清晰。虽说不是官锭，但能和这个官锭啊相媲美。状态来说也是传世老味道，尤其是底部它这蜂窝，你看相当自然。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锭面的。这个给你来简单来估的话，除了你2000块钱的本钱，最少能挣1万块钱。能挣1万？真的假的？照你这样说的话，难道是我冤枉老公了？我得回去给他做3层海味补补去，赶快。那你确实是冤枉你老公了。按理说啊，你就应该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毕竟咱普通人啊，捡一次漏也不容易。你让我想，我都不敢想。你说谁会傻到2000块钱，他会卖个10两的锭子，而且这状态这么好，这说实话，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咦，好了，你别嘲笑我了。你好人帮到底，看有什么洗鼻水没有？帮我把这个银锭的洗白一点。洗鼻水我这里还真有。说实话，我也不是怕你用。关键你这个10两的银锭啊，你看它这外面包浆多自然多漂亮，你这忽然间给洗了，说实话这能值1万多嘞。这洗完之后啊，立马就值个3-4千块钱，这锭子洗了太可惜了。我就想问问，如果说折价你还会洗不会啊？咦，那我肯定不洗了。对啊，我可不是傻子啊。对，我还是赶快回去给俺老公做好吃的去啊。对，好，谢谢你啊，老板，谢谢。没事。俺邻居这平白无故的送给我一块银元包，我这都找别人看了，都说是假的，我这心里面也没底了。我看你这个银元包的个头可不小啊，这个从包厢来看并不假。咱这个平白无故的送给你，咱不能无功不收禄啊，我看啥嘞？其实也没有无功不收禄啊，就去年借给他800块钱应急，顺带帮他了一个小忙，他就送给我这个。你这个银锭是标准的50两锭子，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真假是没啥问题。这顶面是老五彩，一眼开门，但还不是普通的商锭。你看，从上面的这个太古线来看，这是官锭，估计应该价格不会便宜了，因为这是特别少见的老五彩。你帮了绝对也不是小忙，不然人家不会送你这个。
就是上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了，我把他送去医院，顺便给他垫了800块钱的住院费，没想到他送给我一个这银元宝。心脏病这可是争分夺秒的大嘛，垫800住院费虽说不算多，但是你这种行为啊，确实非常高尚了。你们俩这是属于过命的交情，按理说送你这个也算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因为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太少见了。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问几个人都说是假的。咱路边回收黄金来，是给我按银价收，把我弄得有点懵。这有啥懵不懵的？既然有人给你按银价收，那就说明它不假。你想想，如果这一定是假的，别人也不至于说按银价收啊。现在银子也不便宜啊，这3斤8两重的话也得1万多啊。这价值1万多嘛？那这送给我恐怕不行吧？你不知道，我那个邻居虽然说家里有钱，但真正当家的啊是他媳妇儿。那你确实这个50两的银锭还真不是1、2万的东西，像这么贵重的东西啊，他媳妇儿多少应该知道它的存在。这贸贸然的送给你抵800块钱的账，后续啊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呀，我们又不是离得远，对，我家又搬不走，邻居就是墙也墙，有个啥事儿啊，也可不够丢人的。那是，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你还真得重新打算了，因为你这个50两的银锭，在过去啊，它能实打实的换80块左右的银元，你就按普通的袁大头，现在也得好几万的价了。如果换成80块龙样，那都得几十万了。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有人给你按银价收，那都是瞎扯淡。说实话，你这个50两的银锭啊，这个是光锭，好在你这个字口都是全身的，你可以细看一下，太谷县万和荣，包括宣统年月这几个字，简直就像没动过似的。这落款绝对非常犀利，无论啥样的钉子，只要有这样的字口，都是好钉子。另外，你看一下它这顶面的包浆。非常漂亮。对，像这种包浆啊，都是老五彩类。老五彩包浆啊，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你看这种包浆很有特点，黑色的呀，这都已经入骨了。像这边上的这种金彩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这泛黄的金彩挂到这个蜂窝底下，这都是金珠挂彩。你这个钉子非常漂亮，保守估计的话，应该在17万左右。17万？对。那如果真值17万的话，我这就得回去还给他。你不知道他家有几个孩子，肯定能把我撕了。那确实，你即使再帮别人的忙，送给你1、2千块钱，对吧？也能接受啊。对，像这么贵重的东西，必须得经过他家庭成员的认可。毕竟你们这邻居关系在这放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嘞。可被你说着了，是吧？我家的生活质量本来也不差，对吧？这再因为钱的人生气，再动起手来更不划算了。那是动手还真不至于。我看你这觉悟性啊，还挺高嘞。毕竟这个银锭你之前也不太懂它的价值，现在知道了也没打算要。好歹你帮人家的忙了，你这也有权拒绝他的赠与。还是你想的比较圆满，800块钱还回来就行了。这么贵重的银锭，我建议你还给他还回去妥了。那你说的对，相邻相亲的，对，绝对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对，谢谢你啊，我赶紧还过去。没事没事。俺同学拿他的压岁钱给我们炫耀，他说这是银的，你看看他吹牛没有？没吹牛，这确实是银的。这锭面是属于50两的大银锭，你们年龄不大。这么沉，你千万别给它摔了啊！摔了也没事，反正他已经送给我了。现在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可以自由处理。小孩子过家家，你可别当真啊！另外，像这种银锭啊，可不是什么玩具之类的东西，绝对是不能随便摔的。你这个锭子品相非常好，典型的商锭，锭面包浆也是一眼开门的东西。我建议你啊，还是抓紧时间给他还回去。我现在不能还给他，他昨天把我的电话手表摔坏了。这东西相当于是赔我电话手表的钱了。现在你们这些孩子年龄不大，这个事儿论得挺真。一般像弄坏别人的东西啊，按理说应该找对方的家长来处理才对，大不了赔你一个电话手表就是了。还害怕他骂打他，就把他的压岁钱拿过来了。他说一物抵一物，就给我抵账了。一物抵一物，直接给你抵账了。你们这年龄确实不大，但是损坏别人的东西照价赔偿的观念还是有的。关键是像这么大一个50两的银锭啊，这个你这个小孩子，你要他也没啥用啊。我要它确实没用，只要你有用就不行了。我电话手表是500块钱买的，你看值不值这个数吧？肯定值500啊，毕竟你这个50两的银锭有这么重。我就想问问你啊，因为你的电话手表是500买的，假如这个银锭卖超过500之后，那多余的钱你是不是要
还给你同学？如果真多卖钱的话，我肯定要把剩下的钱还给他。我的目的就是想要一个电话手表，剩下的钱都给他。哦，我听你说这话确实很懂事。看在你比较明事理的份上，我就给你来讲一讲这个50两的银锭。首先，它的这个材质是银的，论价值的话，就是除了那个黄金之外，它在这个货币里面排第2位。现在银子是1斤3000，你这50两的银锭就将近4斤的重量了。你把它烧化卖破烂的话，1万多块钱还是有的。1万多块钱也太多了吧？我长那么大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我看黑不溜秋的怎么能值那么多钱？我只是给你打个小小的比方，卖破烂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这个银锭贵就贵在它这个包浆上。你看着黑不溜秋啊，其实就是它的包浆。因为这个银子啊容易氧化，相当于是我们个人穿衣服一样，100多年了没有洗，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你同学既然是当压岁钱放着，肯定是他家里人啊给他当传家宝给他的。这个银锭放到今天可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古董，上面的字口你看写的是光绪年月，这是清朝光绪年的东西，银号是咱河南的银炉，字口非常清晰。像你说的黑不溜秋啊，就是它的包浆，这包浆可漂亮了，一眼开门的状态。耳朵这看着也非常的舒服，都是自然浇筑而成的状态。你包括它底部的这个蜂窝，这都没什么毛病，看着舒服极了。说实话，我这也拿着都爱不释手。像你这么大年龄啊，能见到这么真的锭子啊，你都不知道有些人一辈子他都连见过都没见过。我实话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状态，我给你10万块钱，现在都没啥问题。10万那得有多少钱啊？500一个电话手表，你看能买多少个吧？买多少个电话手表，这都是大整账。10万除以500，正好200个。关键是你刚才说这剩下的钱，不是要送给你同学吗？对啊，那我就留500，剩下的钱通通给我同学送过去。你也别那么麻烦了，一个小朋友带那么多现金也不安全，干脆啊，你把这个银锭还给你同学还回去，直接找他大人，老老实实的去买一个电话手表，省得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说也对，拿那么多钱我弄丢了也麻烦。对，别给自己找麻烦，平时谨慎一点，千万别摔着了啊。我这开出租车好几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找出来一个银元宝，你帮我看看值不值200？我看你这个银元宝个头可不小啊，只卖200块钱，你这是要当破烂卖啊？我看看啥的。像这种假银元宝啊，它不就是100-200块钱吗？我看古玩街上卖了也就200-300块钱。你这个是标准50两的银锭啊，这顶面包浆，这是一眼大开门，这和古玩街上摆的那种工艺品区别很大啊。这么大个的东西，肯定得有人找你啊。确实有人找过我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谁知道像这个东西咋会滚到这个后座角落里呢？这一次换地毯的时候才看到。那像你这种锭子啊，在车上来回颠簸很正常，现在找到也不晚。你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道光年月，文水县周昌期。这一看啊，这就是过去山西的50两商锭，品相保存的非常好。这个锭子确实少见，我建议你啊，抓紧时间联系失主。失主确实联系上，他当时告诉我这是艺术品，价值可能也就几百块钱，愿意给我拿200块钱的好主费。拿200，那直接给失主联系就行了。同样是200块钱，也总比你胡乱卖给别人强。联系失主，那说不定失主一开心还请你吃顿饭嘞，再一开心，说不定多给你几百的跑腿费，对你来说也是赚了。你这真200块钱卖了，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理儿，关键是我的一个车友，他愿意给我出1000买走。你看卖了这亏不亏啊？1000买走200%巨亏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不是什么艺术品，像地摊上的艺术品啊，首先和这个区别很大。像地摊上摆的那连银子都不是，大部分都是那种铜锌合金。50两的银锭是3斤8两重的银子，它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再说了，你1000卖了，这算咋回事？这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再说了，他只给我200，别人给我1000，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啊？你这种行为啊，叫见钱眼开，这种想法不是啥好现象。你这幸亏1000没卖给别人，不然啊，你净是给自己找麻烦。像地摊上的艺术品啊，它那上面的字口它都可以随便打，而你这个是道光，距今将近200年了。如果打个康熙、顺治，它年代更久远更值钱。但是真正的50两银锭，这道光年间了，已经算是时间够长了。
常见的都是光绪年间的，而你这个字口啊非常清晰，是我所见过的银锭里边最清楚的。你想想，就这3斤8两的银子，你都是卖破烂，这也管卖个1万多块钱啊！咦，这么个东西，你给我卖1万多吗？卖银子的话，这没想到咋那么值钱？这你想想，谁会傻到去当破烂卖嘞？我就随口给你举个例子而已。细看你这个定型啊，状态还不错嘞。你看翅膀比较漂亮，你包括它上面的字口，还有包浆，还有底部的蜂窝，这和地摊上的艺术品区别很大。就目前你这个完整性，我最少啊能给你估到14、15万没啥问题。14、15万？对。乖，能买我一辆全新的电动出租车了。那是。这个价格一估出来，我就非常有底气了。给他要个1800块钱的好处费很简单。你能这样想就对了。虽说啊，硬给别人要好处费，不文明，但也比你私自变现强1万倍。要钱你也是理所当然，毕竟啊，他耽误你跑出租车营业了。另外加上车油费给你1000，人家失主意见也不大。反而你卖了，这个性质它就区别很大了。你说的对，老板，对吧？这个银锭啊，你像目前我需要注意什么？别送过去，到时候他说我给他弄坏了咋弄啊？弄坏了倒不至于。因为你这个银锭它价值是10几万的东西，所以你拿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别给人家磕了摔了。另外就是你在放的时候啊，尽量给它找纸或者找那种破衣服破套子，给它多包几层，省得摔着磕着碰着。以后对吧？以后省得有啥麻烦。你看行，老板，我再注意点。我现在对我都爱找了。对，非常感谢你啊！没事。我第一天嫁进来，我婆婆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你看，拿一块破元宝给我。啊，这个头这么大，这一看都是50两的银锭，这不叫破，这外面这是它的包浆而已，这哪是下马威？这分明就是拿你自己当亲闺女啊！你不是我嫌弃它脏，都不知道。我大姑子去年出嫁的时候，我婆婆可是送了一个大金镯子。你也不用咬嘴，今年你才嫁过来，千万别提以前的事儿。单凭你这块50两的银锭啊，你看它这品相这么好，最主要是这么大个的银锭啊，特别稀少。仅凭这一点啊，就比那个金手镯强。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那黄金比银子贵多了。那是。我是感觉我婆婆这是给我一个下马威。哎呀，我看你长得挺漂亮，反倒是你的理解力有问题啊。黄金再贵，一只手镯30克，按1万多块钱算呗。银子再便宜，这有50两重，它就是卖破烂也得比金手镯贵吧？你见过谁给下马威能给你实打实的这个银锭呢？我看你这算术有问题。这元宝只有3斤8两，况且它的含银量我估计都不会好到哪去。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自己看不起自己啊！首先，50两的银锭啊，3斤8两重量是对的，因为过去1两是37.3克。这和现在来算就是1900克。第二，你不要看它涨，看着它旧就否认它的含银量，因为这种50两的银锭在过去是最纯的雪花银，含银量在98%以上，接近现在的这个足银了。银子再纯有啥用啊？这尘我也不能挂身上啊，反正是没有黄金手镯实用。为人父母不容易啊！如果你确实不喜欢的话，完全可以变现买成金手镯，大可不必和这个父母闹别扭。你也别帮倒忙，这东西我今天拿过来了，你看到底能值多少吧？这就对了嘛，给你估价听一下，总比什么都不懂强。一般这种50两的银锭啊，贵就贵在它这一个稀少的程度上。在明清甚至民国那时候来说，这算是最大的钱了。和银元一样，主要是看它的品相。你这个定面说实话有流通痕迹，这都很正常，因为过去人啊检验含银量的时候都是用暴力来检查来，往石头上一刻，用刀子划一下，以此来检验它究竟是不是银子。所以我们常见的银锭啊，有的和银元一样带戳字，在过去戳越多，证明钱庄检验的次数多，真假大家也放心。而你这个钉子好就好在无戳，顶面你看字口也算是很清晰，属于上钉。一块银锭好坏主要是看它这个蜂窝，你这个钉子的蜂窝比较自然，细看的话多少还有一点金珠挂底，整体状态还是可以的，大概市场价10万左右。老板，你没看错吧？没有，就这3斤8两的银子能给10万，不是说银子才几块钱一颗吗？你说的很对，现在大盘主银也就是6块钱一颗左右，
但是你这个银锭可是晚清，它这个宣统年间的呀，这好歹品相还不错。你说现在市面上谁会傻到他当银子去卖嘞，对不对？那你估10万的话，那应该是我的错了啊。关键是我婆婆她没有告诉我它的价值。那没告诉你，这很正常啊。我这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啊，你不知道说啥好了，那啥都白说了。之前啊，主要是你啥都不懂，哎，才会无知啊，拿到这个和这个金手镯去对比。你感觉这银子不值钱，哎，这一堆银子比不上金手镯，对吧？金手镯最起码是黄金，哎，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市场价之后，那就把这其中的这个误会，这自然而然给解开了，把恁婆婆当亲妈看待，这就对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听到这个估价，激动的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回家我一定好好对俺婆婆。对，婆婆也是妈，回去好好的孝敬她。哎，好。我500块钱买俺朋友5块银锭，这拿回家这都说是假的。你赶紧帮我看看，这是铝啊还是铜啊？我看你拿的这都是过去的碎银子，看顶面的颜色也不是铝，也不是铜。我看看啥来？我这一次捡便宜啊，可捡趴板了。这500块钱赔我1个月的生活费。这要是赔了，我可真得喝西北风了。没你想的这么悲观，我看你这些银锭啊，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就凭它外边的这种老包浆，这一看就是过去的老塑锭。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我这去金店找人问了，人家老板都不屑一顾，连烧都没烧，他都说这是假的。这不用烧，这一看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你去那个金店，只能说明那老板他不识货。像这种塑锭啊，你看它上面没有字口，这种包浆它就像银元的罐装一样。你看，尤其是它这个底部，你看发黑，这说明银子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下受潮引起的。那可被你说着了。这些银锭啊，就是俺朋友在河边钓鱼的时候挖出来的。我100一个，买了5个。钓鱼的时候挖出来就对了，因为河边它有水汽嘛。你像这种银锭含银量在99%以上，它没有其他的杂质，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下，它就容易发黑。但是说实话，这100一个买回来并不吃亏啊！你按银价算，这也能赚个大便宜啊！我刚开始也是想赚大便宜，但是回到家里面，俺爸说这绝对不是银子，他说的不是铝就是白铜。这个我咋给你解释嘞？我们普通人对银子和铝啊分不清很正常。首先，铝发乌，重量比较轻，而你这些锭子，你看外边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包浆，所以不是铝。白铜也更不是。白铜融化之后啊，它没有银子稳定，尤其是倒模之后，它这个底部蜂窝啊，包括它这个中间，它没有这种螺纹，没有这么自然，这是最根本的区别。那照你这样说的话，那我这5个能不能卖1-2千块钱嘞？反正我的是期望不高，高本都行，只要不赔钱也行。我看你这是被别人说成假了呀，给吓怕了。对，我想给你吃个定心丸吧。这个够本是不可能的。高出你本钱的几倍吧，我就这样给你算吧。即使你这个按现在的这些银价，因为这段时间银子涨得比较猛，你说这个5个，但是个头大小区别很大。你像这种个头大的，这个是5两的，好歹这个都是100多克的。这个中不溜的，这属于3两的，也有100克。包括这种小一点的，这个是2两的，你看有那么重，也得60多克左右，加在一起啊，你这5个得1斤多了。就目前光按银价算的话，也得3-4千了吧？呀，那30天也行啊，只要不赔钱就行。我这几天在家里傻怕了，便宜没捡着，赔钱就搞笑了。那你先别着急，刚才啊只是给你按银价来算的，但是你这好歹啊品相还不错，虽说是塑锭，但好歹也是明清时期的这个物件，也算古董了。你搁现在来说是无机文物，肯定是不能单纯的按银价来算了，就给你按通货银锭来算嘛。目前来看15块钱一颗，这有多少重量，咱能按多少重量去称。怪了，那照你这么算的话，这一堆差不多值个1万出头了。那有，我那朋友家里还有，马上啊，我得去找他再弄几个去。那如果是一批挖出来的可以，就怕恁朋友给你弄点白铜、铝之类的，那就没啥意思了。所以你要想买的话，你最好是先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为好。应该是一批，当时他也认为是铝的，反正他不懂。我拿着这些过去，给他长得不一样，我不要就是了。这种对比法也行。我觉得啊，你这500博1万，这盈利已经超过20倍的利润了。看在这个朋友的份儿啊，
我觉得你应该多少再给他加点钱，别弄了朋友以后知道行情了，对吧？弄了不得劲。哎，你不懂我给他加多少钱都不合适啊，你就别管了啊。谢谢你的鉴定啊，谢谢，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板，听说现在银子涨价了啊，我这有一个银锭子，你帮我看看值不值1万？1万？你这卖东西咋真没底气？这好歹这还是50两的商定啊，而且还是道光年间的呀。不管他什么年间的，我不懂。我现在都是主要着急用钱买辆2手车的。实在不行9000块给你。你这说话越来越离谱了哈！你再着急用钱也不能乱卖啊。我看你这个置口落款非常清晰，用行内话来说就是全身打，而且道光的钉子非常少见。它这个蜂窝看着非常自然，而且它这个翅膀你看非常匀称。这顶面一眼开门的东西，你这戏剧性的从1万降到9000，这是咋回事？不是，我刚才去金店先问家，他们说这种银锭含银量不纯，都按80%的含银量，他只给我了8000块钱。那你这个参考价有点可笑，这种银锭的含银量还真不是80%。你像银元之所以是9银1铜，它是为了防止这个磨损。而过去的银锭啊，无论大小，它通通都是雪花银，雪花银的含银量都能达到99%以上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他们忽悠我了。那是的，那少1万我还真不能卖，因为这个银锭有2斤多重嘞。哎呀，你这连重量都没有搞清楚，自然这个钱啊你也算不清楚。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它都有标准的重量的，过去1斤是16两。50两刚好划到1800多克，像这种银锭啊，它是属于人工浇铸的，重量往往都是高一点，它低一点无所谓。那只能怪金店的秤了，那是最高才达到1000克，那是。反正我也是简单的估算一下，反正银子也不贵。你这说话做事啊太不靠谱了，银子它再便宜和你这个银锭没任何关系。你现在银锭这好歹也是5级文物啊，即使金店的秤它够标准，难道你还按重量去乘以银价算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东西我看啊，绝对也不是你的啊。你别管是不是我的啊，拿在我手里，我就有决定权。那是。你看看能给多少吧？你说的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只需记住一点，再不是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不知道珍惜。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比我们常见的银元少多了。你看过去的兑换比例，就这一个50两的银锭，最少能换70块以上的银元。你就按普通的袁大头，现在70块也得好几万了。就说你这个钉子的状态吧，首先道光年间的钉子搁平时非常少见，而且你这个字口又属于全身打，尤其是文水线这几个字，你看几乎没什么磨损，所以像这种字口的钉子比较少见。另外你看它这个翅膀比较匀称，钉子的好歹和这个翅膀字口关系比较大，因为翅膀在做的时候啊很难做出匀称的样子，而且它这个底部蜂窝也非常自然，加上定面包浆也非常舒服，所以整体看啊也是非常漂亮的。你这个没有过14、15万还真买不来。乖了，我这一个银锭子一下子能值那么多钱？对啊，这简直超出我的预算了。我姐夫哥太抠了，有这么贵重的东西，抠到连1万块钱都不借给我。对，他再抠再不借给你钱，你也不能拿他的银锭出来变现。你这犯了俩错误。第一个，你不懂装懂，想贱卖银锭，幸亏是你没卖掉。第二个，你擅自拿那姐夫哥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这种行为啊，算是犯了大忌。这有啥大忌不大忌的？我亲姐夫哥又不是外人。那是我看你给的价格这么实在，那东西都留到你这里吧。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去找别人借钱，你得拿出你的诚意。姐夫哥再是自己的亲人，你也得商量着来。何况这50两的银锭，他又不是仨瓜俩枣。我劝你啊，还是跟那姐夫哥拿去。哎呀，你这个人的嘴啊也真溜，我听着这感觉也有点道理，是吧？那我先给他拿回去，让他看看咋说。对，谢谢你啊。没事。俺这个媳妇儿啊，真有点笨。明明银元比银疙瘩贵，她却像个不识货的人，啥大往家里抹啥。我看你这3样是银元和银锭，具体啥最值钱，还得具体分开来看。来，我看都是啥嘞？这根本都不用分开看这肯定是银元最值钱啊！我听说过，一个银元值几百万的都有，这银疙瘩不都是按斤称的吗？你先别着急下结论了，我看你这是2块银元和1块10两的商定。依我看，恁媳妇选这是对的。这个10两的银锭啊，
明显比这2块银元超值啊。超值啥呀？都银子不值钱一颗好像才几块钱。对，这1斤又咋着嘞？1斤银子能值几个钱？你这10两银锭可不是1斤银子啊！那你按银子卖的话，确实不值几个钱。但是你这锭子品相不错，你看这字口挺清晰的，而且还带彩。而你的另外2块银元是一大头一小头，很明显他们俩就不在一个档次啊。怎么会不在一个档次呢？几百万的银元到处都是。这一个疙瘩银子，市面上金店里面，不到处都是吗？哎呀，你这思维有问题。几百万的银元确实有，只可惜你这俩不是那种币种。金店市面上确实有很多银子，但是他们又不是这种古董，简直就没有可比性。你这3样东西这是咋回事？俺媳妇儿给他哥分家嘞。平时啊。他哥对俺老丈人并不好，所以俺老丈人叫俺媳妇儿先选，所以我想选一个贵的。那你这么说的话，我都明白了。其实那媳妇儿选的是对的，并不是一味的越重越贵，而是对比你这俩银元来说，这个银锭肯定是超值的。因为啥吧？因为你这俩大小头啊，币种不行。虽说你这个袁大头，你看还带一个板，你看夹荷叶，它这个是币芒，这是典型的酒精，但是发丝啊。不是太精细，市场价大概1500的样子吧。不会吧？1块银元才给我1500。对，做的那么精细，不得好几万吗？说不定另外一个贵吧。另外一个更不行了，这种小头啊是咱币圈里边最便宜的银元，你这个也没啥板，好像还清洗过，笔面看得很清楚，状态还不错，价格说实话不过钱。你这是专门给我做对了吧？没有。咋我认为贵的银元到你这儿都说恁便宜呢？便宜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大小头啊发行量比较大。你看大小头2个加在一块儿，这都是10来亿枚的存世量，现在分版分的又比较细，所以各有各的价格。反倒是你这个10两的银锭，首先这个年份啊比银元发行的时间长，铸造存世量就少很多了。它这个含银量是血花银，并不是以重量来衡量它的价值的。首先你这个刺口，你看。比较清晰，典型的山西商锭。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山西的商锭嘛？分量足，普遍的山西锭子它不缺斤少两，然后就是味道足。你看它笔面带彩，让人看着非常舒服，而且锭面整个流动痕迹很少，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磕伤之类的。这说明啊，在恁家保存的比较好。就这个状态，我看轻轻松松卖个1万2、3也没啥问题啊。看来还是我不懂，我以为俺媳妇儿啥都不懂呢。谁知道咋管恁值钱呢？说白了，主要是咱普通人懂这个银元银锭的太少了。这个恁家反正也没外人，大概价值啊，他们3个基本上就这样。具体咋分啊，我感觉还是兄妹俩坐到一块儿协商一下，公平公正，最好啊不至于以后留下画饼，以后再见面对吧就不带劲了。你不懂，俺大舅哥他不孝顺，按理说这一个都不想给他，这还是俺老丈人网开一面呢。说实话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具体该咋分，还得以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这个多孝敬父母呢，理应就得多分点；不孝顺呢，他就少分点。反正这3个东西大概价值也就1万多块钱。我感觉啊。别因为这点身外之物伤了兄妹之间的和气，这才是最主要的。你说的对，我都知道了。谢谢你的鉴定。没事，拿着。你给我看这个银元宝啊，这东西可是个宝贝东西啊。这个东西给我值10来万，10来万啊！这个银元宝，字口看着不是太对。那们搁地下看，别给我摔着了，主要是摔是摔不住。这个看着材质不像银的呀，这个东西你看颜色虽然说发黑，个头也有点大，但是重量不达标。这东西搁哪来的？这东西来历绝对正。为啥说正嘛？这是俺闺女平时用她的压岁钱，她的压岁钱我没管过，她都给这个同学花了。多大了闺女？14、15了。14、15就压岁钱花了。花了之后，她一个同学还借她3、400块钱。借了3、400块钱，这是他同学家的东西，等于说拿着抵账了。对，就相当于给他了。我从他书包里，我说你天天背个书包咱得沉，我一掂有个这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收来了。但是他那个同学家长也搁群里边喊了，说这个东西他家里这个元宝能值20万，给丢了，看哪个同学拿了，正好我这急缺钱，
我有点想叫你过来，看能不能变现。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同学之间啊，300-400块钱抵给那的，小孩他不懂啊。对啊，再说孩子花钱也并不是啥好事。对啊。花个300-400块钱要钱不就行了吗？你何必拿人家的元宝嘞？不是那小孩低的，咱不是拿的。对啊，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你看第二个，家长都搁群里边都喊了，都看是不是谁拿走了，可能也是给你一个警示。既然他说值20万，对吧？你把东西还给人家，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个钱，300块钱要过来。然后给孩子教育一下不就行了吗？我的意思，看到底值不值个20万，对不对？这个银锭是50两的大小，如果说是真锭的话，你这个你看是官锭，如果说是真锭的话，绝对20万左右吧。但是从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来看，第一个，你看它这个包浆虽然说是发黑，但是我看这个包浆很明显是做旧出来的。你包括真正的银锭啊，它的这个字口和你这还不一样。你看康熙年月，平原县，这个东西，这一看这字口啊，这就是电脑体，而且打了还不深，这是典型的就是现代的东西。它是不是可能有点黑的情况下你看不清呢？不，它即使再黑，它这个字口，但是咱还能很清晰的看出来。这个银锭啊，它必须得是银的，但是我看你这个材质。它不像银的，它白买的是银的。你从这看，它看都是发白，它不是银的。发白它并不一定说都是银的，它有可能是白铜。你包括它这后边的蜂窝，你看一下，很不自然。你包括这个银锭啊，其实真假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它这个蜂窝。过去的银锭，因为它这个技术有限，做出来的时候蜂窝，它这个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后边，你这蜂窝这一看。就给像那个用啥东西凿进去了，这蜂窝很不自然。所以说从材质、重量，然后来确定你这个银锭，它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有可能是那孩子他同学放家里边的一个小摆件之类的。你确定是艺术品？我确定是艺术品。别说20万，就是1000块钱都值不了。400-500值不值？400-500也不值。你现在在网上买的话，估计也就。100-200块钱吧，大概价值可能也就那么多。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多难，我现在只缺就是10来万的资金缺口。那你要不然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就是再缺钱，你也不能拿孩子的这个信誉，对吧？去做赌注。既然你说了不值钱，那我都还给他，叫完了400-500块钱要过来。对，你说的很对。咱做人还是得老老实实。对，懂不懂？还给他吧，反正不是真的，是真的你也得还给他，对吧？何必给自己找麻烦？是真的，咱都另外再说啊，对不对？那走，我得先过去，好吧？好。你给我看这个银元宝啊，这东西可是个宝贝东西啊。这个东西给我值10来万，10来万啊！这个银元宝，字口看着不是太对。那你搁地下看，别给我摔着了。摔是摔不住。哎呀，这个看着材质不像银的呀。这个东西你看颜色虽然说发黑，个头也有点大，但是重量不达标。这东西搁哪来的？这东西来历绝对正。为啥说正嘛？这是俺闺女平时用她的压岁钱，她的压岁钱我没管过。她都给这个同学花了。多大了闺女？14-15了。14-15就压岁钱花了。花了之后，她一个同学还借她300-400块钱。借她300-400块钱，这是她同学家的东西。等于说拿着抵账了。对，就相当于给他了。我从他书包里，我说你天天背个书包咱得沉，我一掂有个这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收来了。但是他那个同学家长也搁群里边喊了，说这个东西他家里这个元宝能值20万，给丢了，看哪个同学拿了。正好我这急缺钱，我有点想叫你过来看能不能变现。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同学之间啊。300-400块钱抵给那的，小孩他不懂啊。对啊，再说孩子花钱也并不是啥好事。对啊，花个300-400块钱要钱不就行了吗？你何必拿人家的元宝嘞？不是那小孩低的，咱不是拿的。对啊，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你看第二个，家长都搁群里边都喊了，都看是不是谁拿走了，可能也是给你一个警示。既然他说值20万，对吧？你把东西还给人家，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个钱。300-400块钱要过来，
哎，然后给孩子教育一下不就行了吗？我的意思看到底值不值个20万，对不对？这个银锭是50两的大小，如果说是真锭的话，你这个你看是官锭，哎，如果说是真锭的话，绝对20万左右吧，但是从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来看，第一个你看它这个包浆虽然说是发黑，但是我看这个包浆很明显是做旧出来的。你包括真正的银锭啊，它的这个字口和你这还不一样。你看康熙年月，哎，平原县，哎，这个东西，这一看这字口啊，这就是电脑体，而且打了还不深，这是典型的就是现代的东西。它是不是可能有点黑的情况下你看不清呢？不，它其实再黑，它这个字口，但是咱还能很清晰的看出来。这个银锭啊，它必须得是银的，但是我看你这个材质。它不像银的，它白买的是银的。你从这看，它看都是发白，它不是银的。发白它并不一定说都是银子，它有可能是白铜。你包括它这后边的蜂窝，你看一下，很不自然。你包括这个银锭啊，其实真假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它这个蜂窝。过去的银锭，因为它这个技术有限，做出来的时候蜂窝，它这个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后边，你这蜂窝这一看。就给像那个用啥东西凿进去了，这蜂窝很不自然。所以说从材质、重量，然后来确定你这个银锭，它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有可能是那孩子他同学放家里边的一个小摆件之类的。你确定是艺术品？我确定是艺术品。别说20万，就是1000块钱都值不了。400、500值不值？400、500也不值。你现在在网上买的话，估计也就。100-200块钱吧，大概价值可能也就那么多。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多难，我现在只缺就这10来万的资金缺口。那你要不然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知道，你都是再缺钱，你也不能拿孩子的这个信誉，对吧？去做赌注。既然你说了不值钱，那我都还给他，叫完了400-500块钱要过来。哎，对，你说的很对。咱做人还是得老实实，对，懂不懂？还给他吧，反正不是真的，是真的你也得还给他，对吧？何必给自己找麻烦？是真的，咱都另外再说，对不对？那走，我得先过去，好吧？好。老板，哎，你帮我看这个原毛是不是假的？俺相信对象说是他家家传的。我咋看着像个铁疙瘩呀？这哪是铁疙瘩？铁疙瘩时间长了它会生锈。你这个是50两的大银锭，一眼大开门，这外面发黑啊，这是它的包浆。是真的就说明他没有骗我。这我现在属于2分了。你看值不值2万块钱？卖了我去帮俺弟买个2手车。值不值2万？对呀，看来那对象没告诉你价值啊。没有。好在这个50两的银锭啊，品相并不差，字口还是挺清晰的。虽说锭面带了有戳字，但是好歹这包浆漂亮。你这还没结婚，都卖那对象家里边的东西，不合适吧？没结婚咋嘞？没结婚，我这是考验他，看他是不是愿意为我花钱，尤其是舍不舍为我弟花钱。哎呀，没结婚，哎，舍得为你花钱还能理解。我见过很多2婚的，有为自己孩子花钱的，没见过为自己弟弟花钱的。哎，我头婚没要孩子，头婚之所以离婚啊，就是因为我老公对我弟弟不好。结婚10几年了，都不舍得给我弟弟买套房子。说实话，买房子那可不便宜啊。就咱们这为例吧，一对夫妻你不吃不喝，得上10年的班才能全款买套房嘛。你这上来都给弟弟买房，夫妻俩肯定是容易产生分歧啊。哎，过去的事咱都不提了。我这2分啊，感觉这个对象挺老实的。就是家里是农村的。他给我这个银元宝的时候啊，我以为他是个贴的嘞。贴了倒是不至于，如果是贴的话，你用吸贴式立马就可以吸得住。看来你这个对象是真心对你好，不然也不会把这个50两的银锭轻易送给你。还行吧。确实今天急用钱刚去一个金店，他们按8块钱一颗，给我15000，你给我2万，我都直接卖给你了。金店给你8块钱一颗？对呀，我没听错吧？这看来金店是想把你这个50两的银锭准备当破烂收啊。你这今天幸亏是没卖，不然可就真亏大发了。银子的大盘价现在是6块，给你报8块，那是当碎银子来算了。你像过去的1两、2两、3两的速锭，现在市场价都在15到20一颗。速锭啊，就是锭面上没有任何字口，没有字口的锭子，也就没有任何的观赏性。而你这个是属于商锭，锭面上有它的落款，落款的银号就是商锭，河南风貌人。哎，我们河南本地的锭子。
而管定啊，通常打的都是地名，比如说太谷县之类的。商定比管定多，流通的范围广，所以字口各方面没有管定品相好。而你这个状态整体还不错，首先字口比较清晰，包浆看着比较温润，还有蜂窝。看一下它这个蜂窝看着也非常自然，细看的话有点金属挂底，翅膀也没啥毛病，定面整体流动痕迹很少。仅凭你这个状态，我来给你估价的话，市场价10万块钱绰绰有余。10万块钱？对，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这可是银子啊，这可不是黄金啊！对啊，你可别给我乱估价啊！说的就是银子，黄金哪有那大个头的？即使有的话，你现在买它也都是无价了。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不给他买二手车了，我直接前往给他买个新车，让他也高兴高兴。那你帮我变现吧。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个你和你的对象，你看还没有结婚，这50两的大银锭，你刚才说的是他家的传家宝，对呀，这么大的事儿，最好恁俩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再说了，跟恁弟买车，你也别着急，一定要慎重考虑。你不能说把这个锭子卖了，全部都给他买车。毕竟也考虑一下你和恁这个相亲对象，恁俩对不对？早晚要结婚，结婚之后肯定也有用钱的地方。不用考虑了啊！我弟弟没有车，不好找对象，你就直接给我变现吧，赶快。弟弟没有车，不好找对象。哎呀，我感觉啊，还是适当的给你留几天。我感觉你是欠考虑，最起码你得跟恁对象说一下，先放我这儿，如果有啥变动，到时候随时再过来，行不行？那中，那先放你那钱给我吧。行。你赶紧给我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银子？这一大块银锭是俺朋友撒网撒上来的，我准备给他5000块钱一斤买回来。这撒网咋可能会撒到银锭呢？5000块钱一斤，买贵了吧？来，我看看啥样的银锭。我感觉我都是买贵了啊！商场的银子一颗才10块钱，我去路边的首饰店一颗才6块，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买贵了。哇，你这是一个清代50两的大银锭啊！这字口比较清晰，这5000块钱一斤买过来，绝对有捡大漏。你也别说捡漏不捡漏的啊！你都说我18000买回来，会不会亏？这是我比较关心的。这绝对不可能存在亏啊！这好歹也是50两的银锭。而且你这个还金珠挂底啊，一般银锭啊，蜂窝很少有这种金珠挂底，定面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包浆，品相不错，18000买回来这非常超值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啊，你说商场的银子一颗卖10块钱，对，有的地方卖6块，对，这中间错4块了呀。我这买回来一斤会不会赔2000啊？你说的6块10块钱一颗的银子啊，和你这银锭完全两码事。金店的银子它到处都是，但是他们又不是股东。还有就是这个含银量是不是一样啊？金店的银子人家都说4个9啊，我这含银量是不是不存在？我感觉你绝对跑题了。银锭含银量多少啊，和价值没任何关系。这个说刚才我也跟你说了，4个9的银子到处都是，这种50两的银锭存世量屈指可数。再说了，过去的银锭也算是现代的这个主银吧。我关心的是恁朋友撒网，咋可能撒出来这么大的银锭嘞？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啊。他最近在自己家里面坑里面不是练习撒网的吗？因为水不是太深，总有东西挂着他的网，下河一摸，都摸出来一个这。下河摸出来，这还说过去了。但是银锭如果长时间在河里边的话，它这个包浆不可能是这种样子嘞。哎，你这包浆这一看，这都传世包浆，不像是这水里边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包浆你都别说了，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它的价值。这5000一斤，这买回来亏不亏的？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5000一斤买回来的话，一颗才花到10块钱，相当于是按现在的银价买来，100%不亏，反而是大赚特赚。首先啊，像你这种50两的银锭，在过去存世量本身就少，而你这个品相，这是典型的商定，可以从它这个字口看出来。你看，庆贸易银路宣统，哎，这是宣统年间时期的，字口清晰。这种50两的银锭啊，在过去属于最大的钱了，所以过去普通人家没有，现在更是少见。他这2个耳朵，这都一般吧。定面说实话，这都有这个流通痕迹。银锭除了看耳朵之外，最主要就是看它这个蜂窝了。而你这个蜂窝，你仔细看一下，存在这个
金珠挂底，哎，这蜂窝有极少的这个圆珠，这看起来啊非常漂亮，整体看着非常舒服。就像我们常见的这个1两的那种小锭，基本上现在都20块钱一颗了。你这一颗花到5、60，轻轻松松卖个10来万没问题啊。咦，你的意思轻轻松松我赚个8万块钱没问题？对，这不可能赚那么多吧？主要是你买的便宜。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买银锭是按银子价钱算的。刚才我就跟你说了，银子比较便宜，这种古董啊，它都是按个来算的，完全看它的品相状态，越好，哎，定型越漂亮，它越贵。18000确实捡大漏了，关键是你这个银锭它的这个来源的问题，这绝对不可能是在河里边撒网找到的，你这心里边有个数就行了。哎，你只要管赚钱都中，只要不赔钱都中。谢谢你，老板。没事。我这家里边啊，祖传了一个银元宝，收破人只给我100万元，金店给我10万，我朋友给我20万，到底哪个靠谱啊？同样的一个东西，相当于是3个人给了你3个不同的价格。我先来看看东西，帮你估个价。我感觉啊，他们3个都不是太专业，照你这种专业的来看看，说不定啊比他们出的价格都高。哇塞，你这个是50两重的银锭啊，这绝对不是那祖传下来的，这顶面发白，这很明显像西瓜。我就是嫌弃它上面太脏了，借着金店的那个火枪啊，我让他帮我洗白一点，这不是能卖个好价格吗？那你正好说错了，正儿八经50两的银锭啊，绝对不能过火清洗，这外边的包浆一洗掉的话，肯定是大打折扣。不过还好，你这个洗不洗都无所谓。我看着这顶面不太舒服啊，今天给你烧白之后，是不是不要了？他想要，我还得卖给他嘞。就给了区10万块钱。还没有俺朋友给的高嘞。我这个可是官锭啊。那按照你这上面的钢印看，新海坊乾隆4年官前局，确定是官锭。不过今天给你烧成这个样子来看，他应该是不懂。不然不会给你出到10万，因为他烧过之后啊，连是不是银子他都看不懂。他看懂了啊，给我10万太少了，因为俺朋友他有门路，认识的有这方面的专家，说的事成之后要给我20万。他再认识专家也给不了你20万啊，他很有可能在手机上咨询专家了，别人给他报30万或者更高，不然他不会给你20万，应该是这样。这个银锭这哪是恁家传下来的，哪来的你不漏清吗？这是俺爷传给我的，正儿八经的传家宝。以前银子便宜时候没有舍得卖，没想到现在是真值钱了。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50两的银锭和市面上的银子涨跌没丝毫关系。如果是老的，因为他们过去存世啊也就那么多，所以价格啊它也不会便宜了。我就怕卖亏了，所以我瞒着俺朋友啊，我今个一个人出来找你估价。那刚才你来的时候说的，收破烂给你报了100，那个价格是最合适的呀。别开玩笑，老板，100块钱够干啥的？那100不够买啥嘞？但是买你这个足够了。不可能！你也别急，听我慢慢说啊。首先，你这个50两的银锭，它这是属于一眼家。过去50两银锭啊，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含银量能达到99%。而你这个从烧过的痕迹来看，这压根都不是银嘞。正好我这有电子秤，我给你来称一下啊。你看到了吧？你这只有区的1369克。你这称重有啥用啊？我这品相完美的很啊！你就直接跟我说价格就中了。称重啊，就是告诉你材质不对。你像过去银本位啊，50两的银锭它都有标准重量，50两标准重量是1850克左右，而你这个足足少了1斤，因为过去50两啊，它总体上能出个1两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这错了1斤，所以材质不是银的。再加上你看你这耳朵这么对称，人工做出来的哪有真对称的？还有蜂窝，这都是一眼家。因为过去的银锭是冷水浇筑，哪有这样的呀？而且你这个字口更假，你看一下，这都是电脑题。反正收破烂给你报100，是正儿八经的市场价。别扯了，就你给那个收破烂的聪明啊！这么大一个银元宝，你们竟想100买走？今天那老板还有俺朋友，难道都是傻子吗？说实话，主要是他们俩都不懂。你像今天老板啊，都给你烧成这个样子了，他竟然没看出来是不是银子，这就说明他的专业知识啊有所欠缺。像咱朋友啊，他咨询网上的专家，报几十万也不靠谱。这很明显，这都一眼假的东西，给你报那么高的价。这不是很明显要忽悠你们口袋里边的钱吗？是不是？
别人都是傻子，我看好了，就你聪明。你元宝你也给我吧，你这个气我。我这有2块银锭子，你能给我4块钱，我都卖给你啊！正好我现在说心里话，我现在急用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什么样的银锭子2个只要4钱？这卖的也太仓促了吧！我先看看啥来。我都找人定过价啊。虽说这2块银锭子，含金量不纯，但是按银子的价钱卖的话，我也不吃亏啊。你这俩这都是10两的馒头锭，我这看着也没啥毛病啊。那如果真按银价卖的话，那你这也太亏了吧？我这什么吃亏不吃亏？这俩东西放家里也起不了啥作用。那是，再加上含金量不纯真不如换俩钱花，万一真能不够。你这俩是标准的10两穿锭，含银量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好歹现在品相状态还都不错。因为这种10两的锭子啊，主要是看锭形和字口来定价的。你这俩状态一看都是一眼开门，其中你看这个字口特别清晰，属于原光，值多少钱啊？并不是看它的含银量了呀。我看它含银量，我知道银锭和银元，含银量都差不多，无所谓。你只要能给我4000块钱，我都卖给你啊。哎呀，给4000，那应该是你找人已经估过价了。我现在给你纠正一下啊，像这种10两的银锭，含银量是雪花银，能达到99%左右。而银元啊是9银1铜的含银量，因为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容易磨损，所以不能用雪花银。你这俩10两大概得有700克左右了，只要4000，你按克还花不到6块1克，那你现在卖的话也太亏了吧？这是刚才那家金店帮我个估的价。我对这个也说实话也不太懂。想着在它的价格参考下，我想多要点，我想不吃亏啊。人家都说货比3家不吃亏，关键是你只比较了1家，而且还没有对比。你去金店卖个黄金首饰，对吧？还可以把这种10两的银锭当旧银子收，那显然就不太同行了。不过反正你这也没有卖，对你来说也算是零损失。但是你这种卖东西的态度啊，太急，它并不是啥好事。也并不是我太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俩银锭啊是我姐夫告诉我的，他说就值3、4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要那么多。那很有可能是那姐夫不想漏财才这样说的。你想想，现在银价都6块多了，你正儿八经这是清朝的东西啊，4000还没有现在的银价卖的贵嘞。用脚趾头想想也不能这样贱卖啊。我跟你说吧，像这种10两的银锭啊，存世量比说这个银元啊，那是9牛之1毛，太少了。在发行银元之前，过去啊，咱这民间经济往来全是靠这种银锭。由于地方银路不同，所以它这个形状大小不一。而你这2个都是典型的穿锭，毫不夸张的说，这种穿锭啊，在过去随便拿一块，轻轻松松换10几块袁大头。你想想，10几块袁大头现在都啥价了？所以4000。说明你啥都不懂，你这俩银锭呢，说实话一点毛病都没有，无非也就是品相好歹的问题。就拿你这个永福楼来说啊，字口刚戳，非常清晰，定型非常完整。因为这个雪花银啊，能保存到这个品相已经很不错了，带原光，地面流通痕迹也不是太明显。永福楼是4大名楼之一，双排锭居多，单排锭个人能看到14500。就这一块能给我14500？对，这2块加起来的话，那基本上相当于小3万了。这价格恐怕我想都不敢想啊！不敢想，只能说明你啥都不懂。另一个，它这个是双排锭，很明显这个状态跟这个永福楼比着差很多。虽然说是一个双排锭，但很明显价格就不会有那么贵了。按照你目前的这个流通痕迹来说，因为它这个双排锭字口不太明显，大概也就大几千块钱的样子吧。大几千块钱也行啊。总比我姐夫哥说的4000多太多了，4000多强多了啊！那是。我回去给我姐夫4000块钱，剩下的算我赚多少？你看。那你看，我看还是算了。你这俩10两银锭，相比我感觉也不是你嘞，不然你也不会这么便宜变现。现在你要卖给那姐夫分，这挣钱挣的也太快了，说不定这俩银锭啊，那姐夫哥还不想卖嘞，所以你不能强人所难啊。关键是我急用钱啊，把成本给俺姐夫哥就行了。你别磨叽了，你还是直接跟我说个数吧。确实帮不了你，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好吧？给，也呵，有生意你不说，真不知道你咋想的。算了吧，我还找其他人去吧。对，你找其他人吧，我这弄不了。走，我走了。
俺哥借我5万块钱，一直不还。俺嫂子看我可怜，所以他把他的嫁妆银锭拿出来给我抵账来。哦，那嫂子，这个是标准的50两银锭，这个抵5万块钱，这是绰绰有余啊。哥哥借钱不还，还是那嫂子有担当。我感觉他两口子是唱双簧的啊！我经常看有的家传的东西，有的是假的。哦，这个银锭你可得看清楚了。那嫂子你还不信任吗？有些人的东西说是家传的，其实他是地摊上买的。你这个银锭一眼开门，包括上面的字口，还有下边的蜂窝，这一看都是老的，标标准准的50两上锭，算是通货状态吧。你可不要肯定那么早。你说的50两啊，我觉得可不到10斤啊，我拎着最多也就5斤吧。50两的银锭重量肯定不到5斤，是因为现在的重量1斤是500克，而过去1斤16两，1两是37.3克，50两的银锭也就1800多克，按现在的重量，不到10斤吧。那你只要感觉对，那就对。因为10年前我和我嫂子去金店问过价，当时人家才给他8000多块钱。10年前金店给8000多块钱算是高了，因为那时候银价很便宜，一颗才2、3块钱，你不到4斤的重量，给8000多块钱，符合当时的市场价。那现在银子也不贵啊，我听别人说才5块多钱一颗。对。这还不够给我利息嘞。现在银子确实是5块多一颗，但是这种品相好的银锭，你这样按银价算，已经是没人再卖了。话要收来，那哥总共借了你5万，按理说也不多，像你说的不够利息嘞，难道利息比本金还多吗？利息也没有那么多钱，也就是1万来块钱嘛。因为他借我10年了，一直没给我。都是亲兄妹了啊，你把钱看得太重了啊。如果是别人借你的钱，恐怕3年不给你本金的话，估计你连利息都不想要了。我现在要不要利息都无所谓了，我也嫌弃这东西不值钱嘞，心里很烦。白烦了，那嫂子这一下子解了你的心头之急。现在银价它即使再便宜，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市面上是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你看银价买肯定是买不来了。你这个锭啊，虽然说是商锭，但是它这个字口啊并不差。这个字口就相当于他的身份，好歹也是清末宣统年间的东西。虽然说是商锭，这一看字口啊，就不是现代的电脑体。银锭其实主要是看它的翅膀，这个翅膀越高也就越贵，因为这种翅膀啊，就是当时铸造的时候它倾斜出来了，所以每一个锭子的翅膀都不一样。而你这个翅膀还算可以吧？刚才我说了，一眼开门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的蜂窝，因为过去人啊那时候条件有限，它不像现在这个铸造锭子用耐高温的材料。你像石墨烯，如果用石墨烯的话，它这个底部啊就不会有这种蜂窝了。所以像这种蜂窝啊，这一看都是老的。恭喜你们啊！10年前8000多没出手，现在啊，仅凭你这个状态啊，目前来看的话，这10万块钱还是绰绰有余的。太好了，真能卖10万块钱的话，那我朝思暮想的5万本金就回来了。对，另外利息也有了，还能多赚个几万。不会吧？你这种想法很可怕啊！无论咋说，这个锭子也是那嫂子的嫁妆，恁哥恁嫂子也不是外人，你把本金留下，大不了这个利息也扣点，最起码是不是？你把剩余的钱还给恁嫂子。再说吧。我即使给他，怎么着我也得用个10年8年的。因为10年前人家就给他8000。嘿嘿嘿，10年前啊，那是10年前的事了。那嫂子不是当时也没卖吗？这现在这个锭子啊，早就今非昔比了。你们的家务事我这也管不了。给你吧，你自己看着办吧，想咋办咋办吧。谢谢你的鉴定，你也别管我咋办了。好。这一次我不发财都不行了这俺爸竟然放了一块同治10年的银锭你给我看看值不值200万吧？你这张口都要200万，这7位数的价钱要了挺猛啊！确实是同治10年续服了银锭，这字口我咋看着那不舒服啊？这有啥不舒服嘞？我都上网查过了同治年的银锭很少，所以价格不便宜啊。你查询的是对的。同治啊，本身在位时间就短，你看你这个落款特别工整，典型的3排官锭。说实话，这字口太少见了，而且你这锭面你看都有包浆了，它这个蜂窝细看的话，你看这还有很多留印，就唯一啊，就是你这个边上你看磕碰严重。
那是我故意用钳子夹来，我就是很好奇啊，这究竟是不是银子？结果还挺软。软倒是挺软的，因为像这种银锭啊，它用的都是雪花银，过去的雪花银含银量都在99%以上。你看它这个边儿又不是太厚，你用钳子夹的话，100%可以夹变形。不过你这幸亏钉子不牢，不然啊，你这真是吃大亏了。那吃啥大亏？不要做事儿，我诸葛亮。我这划伤了，你咋说了？如果不划伤了，能多卖100万？哎呀，多卖钱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说能卖上百万，因为你这个钉子啊是10两的，他又不是说是50两的官钉，50两的官钉，50两的带圆光的江汉官，他也不是说一块能出上百万的差价吧？你这动不动就上百万的差价。这价钱确实挺吓人啊！这有啥可吓人的？我个人说出来可能没有说服力，但是人家有经验老专家绝不会忽悠我的。我就猜你这报价是网上专家给你估出来的，网上专家给你之所以估高价，完全他是有套路的。如果说他这连上面的电脑题他都看不出来的话，你想想他给你估200万，这完全是为了收取你的鉴定费啊！鉴定费也就800块钱，说实话我还能受得起啊。毕竟现在算是掏钱买个放心。那你这掏钱买放心也不是这种买法。如果银锭是真的呀，你大可以直接变现换钱，而不是去掏钱买一个数字。像你这种3排官钉啊，平时确实少见，尤其是同治年间的更少。但是你这个钉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字口不对。别人说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了就是他的字口。10两银锭能有这清晰的太少了，不只是3排官钉，官钉本身就贵，加上这字口，你本身值3万了，你卖个70-80来万都没商量。可是你这电脑题都上来了，你这不是露馅掉底了吗？露啥馅掉啥底啊？你不要无中生有啊！没有，人家专家都没有挑剔，你这挑的是啥呀？我这不是挑剔，因为他这个字口啊。是代表区分新老的关键。你看你这包浆，它都有一定的年头了，这说明这个钉子在你手里边一放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细看它这蜂窝吧，说实话，这我看着啊是有点不自然，而且你这蜂窝，你看有很多这种流银线，这种状态啊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我整体看啊并不老，所以我个人看，你现在卖的话也就是一个银价。银价啥意思？反正就是10两的东西，你就说直接能给多少钱吧？10两的钉子也就300多颗呗。你像现在的银子大盘价6块多一颗吧，大概也就2000多块钱的样子吧。你再加上做旧的工艺费，3000块钱一大管。你这账算的是不行啊！10两明明都是1斤啊，你给我说300多颗，这不是搞笑了吗？那10两，那你现在算它确实是1斤，但是在清朝那时候啊，1斤是16两，1两也就37.3克。你大多数10两的钉子都是330到400克的样子。我这也是大概粗略的给你核算一下，你也不必太当真。算了吧。我看你懂的也不多啊，这200万的银锭，你都给我报几千块钱，我还是不找你了，气死我了。没事，你再另请高明。我这个银元银锭啊，即使它值1000万，你今天也必须得把它锯开。我们的兄弟俩必须得断亲。好好的银元银锭啊，从中间锯开就不值钱了。兄弟俩为了这么俩小玩意儿断亲，真是不知道。来，我看都是啥。我一锯啊，主要是俺家里啊没有带劲的家伙，怕锯开之后啊再卖不上价钱了。你这个是10两的官钉，一块3年的冤大头，这没锯开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这锯开之后100%巨亏啊。亏也亏不了多少吧，反正银子也不值什么钱。我们兄弟俩没法分，谁都想要这个大个的。那要大个的肯定贵啊，关键是你这俩一旦解开啊，就变成废银子了。因为收藏它讲究一个完整性，就好比你这个银元26.8克的银子，没解开能卖个1000多块钱，解开相当于一个人分13.4克的银子。再说银子它也不纯，你说能值多少钱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1000嘛，解开之后那就是一个人500哦，他总比谁都没有强。那你卖500是不可能的，银子现在是6块钱一颗，13.4克的银子，银元的含银量89%，你可以算一下，13.4只能卖70多块钱，那你还不如那俩直接卖了钱，直接分，好歹一个人能分500块钱啊。那你这样说的话，那确实
不如直接分钱。对，这银元的含银量也太低了。这银元的含银量都是9银一铜，因为它里边加了一层铜，就是增加它的硬度，省了银元在流动的过程中磨损。所以单纯卖银子的话，肯定是不值钱的。倒是你这个银锭啊，它含银量能达到99%以上。那你的意思，这个银元宝可以锯开？那锯开就锯开吧。我们银元卖了分钱，大个的锯开。你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啊？你把钱便宜的这个银元，对吧？卖了分钱，把大个的银锭锯开，你图的啥嘞？因为含银量高一些、低一些，你卖银子还错不了几毛钱啊。关键是俺兄弟俩谁都不想放弃这个大个的。我觉得也只能平分，这样谁都没有意见。其实大小都无所谓，只要能进行平均分配，结果都是最好的。你这个银锭是10两的，过去1两是37.3克，10两也就300多克的银子。虽说含银量高，都是主银，一个人分200克银子，它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呗。但是你不卖它，它就是一个好锭子啊。好锭子又能怎么着嘞？关键的是它能值多少钱？我先听听不锯开的价钱。那你不锯开，肯定要比卖银子强多了。你这个银锭啊，其实它和这个银元是一样的，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品相。你这个字口比较清晰，唯一一看就是这锭面太白了。太白是因为我洗了啊，你洗了肯定是没有原味的好，洗了实在是太可惜。好在影响不是太大。你这个锭子是官锭，官锭上面写的是太谷县，一般商锭打的都是银龙的名字，官锭要比商锭贵，字口还算清晰吧。看看一下它这蜂窝还行，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洗过了，品相搁这放着了，大概价值也就1万多块钱吧。1万多，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肯定不能把它锯开了。对，你说谁和钱都过不去了。那是的，你说的很对，你这一旦锯开，立马就损失一大半。本身像你们俩，对吧，都想要大来，都有私心，这锯开也不是最好的方法，直接变相你们俩分钱，这是最好的办法。那我回去我都给他3000块钱，这点东西我全要了，到时候看他咋说。你给3000，说实话太少了，兄弟俩分家讲个公平公正，你最好恁俩一起去变现，卖了平分。你给他3000，万一他不愿意了，他再给你3000，他要东西，你会不会愿意啊？我肯定不愿意啊！万一俺兄弟不同愿意了呢，对不对？到时候我回来再卖给你。你回来也不用找我了。说实话，你这连亲兄弟都忽悠的人，我也不做你的生意，给你拿着。你不做，我还不卖给你嘞。那好吧。我这个人啊，聪明的不得了。10年前啊，用2对银手镯换一个银锭子，没想到现在啊，赚发了。看你这个气性的话，这是10两的官锭。这如果是真的话，你别说2对银手镯换啊，你就是10对8对换也不吃亏啊。咦，可被你说着了，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啊。10年前1对银手镯就100多块啊，2对不到300块钱。那确实，10年前银子比较便宜，但是我看你这个锭子字口确实比较好，漂李菊、李福元，典型的光绪17年的官锭。像这种完整字口的四川官锭太少见了，就是我拖着这个重量有点轻飘了。不轻了我记得很清楚，这种是205克的银子。当时啊刚好换到2对银手镯，210，算是赔了5克银子。不对啊，我看你对这个银锭并不懂啊，你贸然用2对银手镯跟别人换，你图了啥？再说家里边如果有这种家传银锭的话，他一般不会去换手镯带，大多数都是卖了然后再去买其他的。你不知道，这个银锭子是我邻居大娘的。他年龄大了，想戴银手镯的，行动的他又不方便，就托我去加工嘞。托你去加工手镯，对，震动半天不吭不哈嘞，也没去给他加工，是嘞，相当于是半道给他买俩成品回来。对，你这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这比喻不中听啊！你当我傻啊？这一定可是古董啊！非卖不就可以了吗？人家首饰店老板都说了。说实话，我是首饰店老板，我也会这样告诉你。用这个东西加工手镯，门都没有。倒是首饰店老板还挺聪明，转手卖给你2对银手镯。他想加工，我也没让他非卖啊。好的古董，非卖都可以啊。买2对手镯才花了300块钱而已啊。主要是你对这些银锭不懂，基本上首饰店老板他们也看不懂真假。你这稀里糊涂的在手里放了10年，咱说句不好听的，那邻居跟哪弄了，恐怕你都不知道吧？俺大娘说了因为他经常在大街不捡破烂吗？这是他在大一通的捡嘞。首饰店老板看过了，确实是银嘞。你不能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
熟食店老板，你让他加工一对银手镯，他有可能比较精通这门手艺。你让他看真假，这或许这个差很大火候了。说实话，这光看这定面哈，他可能如果不过火烧，究竟是不是银子很难说。因为它这底部你细看的话，这多少还带一点做旧包浆，简单的看一眼，并不能轻易的分辨出来是不是银子。我肯定的告诉你，熟食店老板啊，给你看了这看刺眼了。首先205克的重量就不对，你过去清朝1两是37.3克，10两的标准重量是373克才对。本身啊，这就是漂绿银，一粒一粒的收上来的碎银，重量上它绝对不会错。另外，顶面上的字口打来，你看这就太假了，字体整体没有压力，而且过去的钢印啊，它都是纯手工刻的，不像你这个电脑体太假。还有顶面的包浆，你细看一下也不行，这很明显了，这就是做旧上去了，包括底部的蜂窝一点都不自然。你别看放10年了，你再放10年，它依然还是假的。我跟你说吧，老板，不可能是假的，我也不可能完全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你说我能给多少钱吧？如果你这个银锭是真的啊，加上字口又这么好的话，像这种官锭啊，怎么着最少也得5万起步。只可惜啊，我看你这个连银子都不是，算是地摊上的小玩意儿吧，应该是别人他不玩了，他扔垃圾桶了，正好被那邻居捡着。算了吧，我不说我邻居从垃圾桶上捡的，估计你也别说别人扔的，10年前就没有假货。你别说10年前，你就是往前推20年、30年，市面上就像这种造假，太多了。好在啊，你这个300块钱买的并不多，你也不算是吃啥大亏，都是邻居的。那如果你憋屈啊，你可以把那2个银手镯给他换回来，这就 OK 了。烦啊烦！我邻居现在都不在了，在我这么大一个楼，保密还来不及嘞，我省着我傻了。算了吧，我不卖了。好吧。